二爷，你动静小心，他还在旁边呢。怕什么呀？也给他喂了迷药，地动山摇，他都醒不来。一阵地动山摇，伴随天雷勾地火的声音，生生把许清怡给摇醒了。但是一睁眼发现自己身穿红嫁衣倒在地上，而不远处古香古色的榻上正在如火如荼的上演真人秀。他震惊，这什么情况？穿到古装小电影里了吗？这两个演员身材还挺好啊！等等，二爷，小心孩子！哼，设定真中肯，在新娘的新房偷情就算了，还是新郎官和有孕少妇的组合。等等，这个设定怎么那么熟悉啊？新郎官把新娘子迷晕，和新娘子的陪嫁有孕丫鬟偷情，这个剧情和我昨晚熬夜看的小妾励志文《如意娇妻》一模一样。开篇正是男主谢怀安成亲，新娘子是永安侯府的二小姐许清怡。很好，我知道自己的定位了。可谢怀安并不喜欢这个木讷无趣的寡淡未婚妻，他喜欢未婚妻身边的贴身丫鬟缙云。如果这是一个简单的宠妾灭妻故事，许清怡没什么感想。在侯府后宅好吃好喝当咸鱼挺好的，没男人求之不得。毕竟古代看妇科不容易，有个烂黄瓜的男人睡在身边提心吊胆。就像原著中一样，因容貌出色被丈夫送到别人床上，惨遭玷污，怀上孽种，最后又孕期大出血，横死他乡。许清怡想到原著中炮灰正妻的下场，手脚冰凉，不寒而栗。可是怎样才能脱身？原主在娘家也是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小可怜，合离是不可能合离的，那就只能……男主谢怀安有个兄长叫谢运之，可惜谢运之只是个配角，开篇就是躺了半年的植物人。如果嫁给这位曾经风光一时的植物人世子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许清怡打定主意，趁着榻上那两人正在酣战，悄悄起身离开了房间。门外守着许清怡的陪嫁常嬷嬷。哎呦，二，闭嘴，敢出声就卖了你。把门从外面拴好，别进洞里头，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。哎，是，奴婢知道了。求老夫人为青怡做主。刚才青怡被迷晕在新房里，醒来便看见谢二爷和我的丫鬟在床上行好诗。什么？我听了2句，我的丫鬟连身孕都有了。可我要是不信，可以随我一起去看看。岂有此理！明宗，快去看看。淮安这个混账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？不可能，二不会的。新房门口，直到一群人浩浩荡荡的赶来，里面才发现不对。二爷，不好了，许清怡好像不见了。什么？常嬷嬷，许清怡人呢？常嬷嬷顺势将锁打开，于是谢怀安一打开门，就瞧见自己的父亲带着一堆人过来，最后面还跟着穿红嫁衣的许清怡。他的脑子一片空白。淮安，丁娘子还在外头，你怎么就宽衣解带了？谁在里头？爹，我和缙云两情相悦。你个混账！你怎么能这样对你的妻子？你将清怡置若何地呀？将你岳家置若何地呀？哎呦，二，里面的贱人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娘，我不许您这么说缙云。缙云有孕了，她怀着您的孙子。平阳侯子嗣不丰，娶了2任妻子，膝下只有2子1女。谢运之昏迷不醒后，整个平阳侯只剩谢怀安一根独苗。子嗣现在对平阳侯府来说非常珍贵。我做错的事我认，会亲自上门给岳家请罪，但你们别伤害缙云，她是无辜的，是我连累的。那青怡呢？老夫人的声音从后边传来。你准备怎么跟青怡谢罪？谢怀安看向许清怡，眼眸中还有一丝未曾收敛的冷意。自然是青怡说了算，不论青怡提出什么条件，我都会答应。只不过他会加倍的索取回来。许清怡感觉自己被一条毒蛇盯着。青怡，这事的确是淮安这个混账做错了，你来说怎么处置？就算你要落了这个孩子，也可以提出来。
不能动孩子。我说了，除了伤害缙云，其他都可以。你，侯爷，不如先听听青姨怎么说。由我决定，真的吗？当然。好，二爷和缙云两情相悦，我刚才听见了。原来我并不得二爷喜爱，也就是说，我以后只有抚养庶长子熬日子的份儿，或许连孩子都不会给我这个嫡母养。他又猜对了，至少谢怀安是这么想的。青姨啊，这个不会。您可以做主吗？二爷的意思呢？缙云的孩子不会给你养。许青怡已经嫁进来了，就是明着欺负又如何？看，无论如何，我以后不会有好日子过。侯府众人对谢怀安怒目。怀安，你太让祖母失望了。老夫人息怒，这件事还有一个解决方法。既然我和二爷无论如何都会成为一对怨偶，不如不做夫妻了。现场哗然。和离？不可能，这是丑闻。不是和离，换妻。我嫁给二爷的兄长谢世子。众人吃惊，荒唐！允之是什么情况？你又不是不知。半年前，谢运之从战场上受伤回来后，昏迷不醒至今。再说了，你和怀安正正经经拜堂成了亲，天下皆知。不换妻，二爷如此折辱我，老夫人叫我如何自处？老夫人噎住，许青怡感受到谢怀安的恶意，浑身爬满了寒战。老夫人，她再不犹豫，跪下说：“如果您答应我的请求，我愿意为谢世子言嗣。”让他顶着一个17、18岁小姑娘的壳子说这话，委实变态。你为运之言嗣？是。据青姨所知，谢世子这种昏迷的情况是能人道的，这是听大夫所说。植物人是有生理反应的，老夫人也考虑过给谢运之娶个妻，延续香火。可是谁肯？差点的姑娘他们瞧不上，好的姑娘断不肯嫁进来。若是老夫人肯答应，青姨今晚就和世子圆房，说不定一举得男，您就有嫡长孙了。该说不说，老夫人很心动。祖母，青姨是我的夫人。你还有脸说？您不能偏心兄长。长子谢运之是侯爷的心头肉，他自然动心。哼，你想跟我谈条件？好啊，你让那个丫鬟落了胎，远远发脉，青姨就继续当你的夫人。不可能！你这样子，我怎么放心把青姨交给你？这件事是怀安你自己不占理，既然这是青姨自己的抉择，就听青姨的，我们不能出尔反尔。许青姨立刻给侯爷磕了一个头，谢谢父亲成全。对方一句话，他的命运就从悲惨变成未来可期了。嬷嬷，带人收拾我的东西，去世子那边。我带你去运之的院子。谢谢父亲。侯爷领着许青怡进来的时候，把他们吓了一跳。明玉、子香，这是永安侯府的许二小姐，许青怡。二少，从今日起，她就是运之的媳妇儿。什么？明玉和子潇双双呆住。说来话长，总之你们好好静着，不得怠慢。以后你们世子夫人就住在淡怀院，平日里的事就听她安排。是侯爷。青怡，爹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既然你自己选了运之，以后啊就好好的照顾运之。是，父亲。至于圆房的事，希望你不要为了达到目的而糊弄我和老夫人。你该知道，我们对运之的子嗣很看重，就算没有你，也迟早会给他娶妻。是。交代完毕，侯爷转身离开。姑娘，奴婢对不起您，之前三言两语的就被人叫走了，耽误了您的事儿。没事，不耽误，嫁给世子更好。苏叶，带人去准备热水，我要沐浴。是。明月、子潇，烦请你们过来，跟我说说世子的事。不敢。明月和子潇赶紧过去。少夫人别怕，世子身上很干净，也没药味儿。好。许青怡不怕，径直地走到了床前坐下。她看了看书中描写的鲜衣怒马大将军，有着一张令人过目难忘的出色容颜，连病着的时候都这么好看，不敢想象巅峰时期是多么的艳惊四座。今晚我要单独伺候世子。明月和子潇一愣，然后脸红地低下头。是。他们小声开始交代照顾世子的注意事项。少夫人，热水准备好了，你们就先在这里守着世子爷吧，等我来了再出去候着。是。浴室，姑娘，您这又是何必呢？
嫁给如同废人的世子，下半辈子就毁了呀。仙二爷和杜琪云的事情确实令人气愤，但姑娘终究是正妻，以后拿捏小妾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吗？听说世子膝下还有3个养子，给人当后娘又哪里是那么容易的呀？嬷嬷相信我，这个选择才是最好的。如果真的嫁给谢二爷，我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且看吧，以后你们就知道了。一个能给我下迷药的人，你们真的放心我躺在他身边吗？反正我不放心。那常嬷嬷……奶嬷嬷心中愧疚，她倒不是被别人支走，是许清怡亲自支她去吃酒的。一次不忠，永不再用。卖了。是。许清怡出狱后，丫鬟要给她穿亵裤，她眼神凝了凝。不用了，披件袍子就行。众人沉默，他们都知晓姑娘今晚要与世子爷圆房，给眼如废人的世子爷演戏，真是折辱了。许清怡倒是不觉得折辱，各取所需罢了，叫人出去打发了明月和紫霄先离开，然后自己才过去。如果对方知晓自己的洞房花烛夜就这么草率地开始了，不知作何感想。等对方醒来，会看不上我这个冲喜的夫人吧。身上的衣服不用动，只需动一动亵裤。接着许清怡开始担心，世子爷真的醒吗？会不会是个不行的例子？如果不行，那我的计划就泡汤了。不知道这桩婚姻会不会生变。他抱着忐忑的心情，耐心试验世子爷到底行不行。直到验证出世子爷很行的结果，许清怡才不禁红了脸，说不清是庆幸还是失望。他又足足做了良久的心理准备，终于栖身上前。许清怡咬紧了嘴唇，完全丢掉羞耻心，就当自己在自娱自乐好了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只不过自娱自乐的对象不是玩具，而是一个植物人而已。说着自娱自乐，其实也还是有一些区别的。至少自娱自乐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结束，而与世子爷圆房结束的主动权却完全掌握在对方手里，还没法催。许清怡觉得不科学，不是说太久没有过的男人一碰就完事儿了吗？照世子爷这个情况，少说也有半年不疏解了吧？怎么还是这么强悍？浴室一直备着热水，丫鬟嬷嬷们都在静气凝神，等待主子的召唤。已经过去许久了，奶嬷嬷难免有些担心。又不知过了多久，里头才传来姑娘艳艳的声音：“嬷嬷，进来扶我。”奶嬷嬷满眼心疼，连忙进去伺候。这时许清怡已经倒在世子身上歇了片刻了，身子却还是软得像滩泥。嬷嬷扶她去浴室的途中，她感觉自己2条腿都在发飘。苏叶在后头仔细收了原帕，过了今晚，姑娘就是板上钉钉的世子夫人。少夫人离开后，明月和紫霄也赶紧进去伺候世子。乍一看见那些痕迹，两人都脸红耳赤，便叫苏叶将原帕给了老夫人的贴身嬷嬷。眼光毒辣的嬷嬷到世子屋里转一圈，就知道的确圆房了，便恭恭敬敬地对许清怡说：“少夫人，您辛苦了，奴婢这就回去禀报老夫人。”至于许清怡为世子付出这么多，老夫人打从心里感念对方。你再去淡回院传句话，和丫鬟说就好了，不必惊动清怡。明日敬茶可慢慢来，不必起得太早。是。少夫人，刚才老夫人的嬷嬷过来传话，叫您明日敬茶可以慢点儿。许清怡艳艳的应，看来第一仗已经打赢了。许清怡很喜欢这种有老公又好像没老公的生活，不错。娘，时间不早了，要不要派人去催一催？说完就发现侯爷和老夫人的脸色都沉了下来。秦氏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，连忙闭嘴。少夫人来了。许清怡来到堂前，屈膝给长辈请安。清怡请祖母安，请父亲母亲安。清怡来迟，让各位久等，实在对不住。无妨，你昨日受惊了，在韵之的院子里住着还舒服吗？和娘家没有什么区别。一时大家都笑了，谢怀安便不着痕迹地打量对方，目光充满冷漠和不屑。但不知是不是错觉，他总觉得这个木讷寡言的女人好像变了，却多了几分灵动鲜活和从前没有的女人味儿。
想到这几分女人味儿可能是大哥给的，谢怀安不禁滋味百般，心情越发糟糕。大嫂，许清怡面色如常的淡笑。二弟，交换过见面礼，谢怀安浅浅鞠了一躬。大嫂，之前是我太混账了，那样轻慢你，对不住。许清怡望着他的头顶，沉默不语。缙云是你的丫鬟。怀安，大好的日子有什么事等以后再说，你非要现在说吗？对不起，祖母。他只是想拿杜静云的卖身契，否则他没有办法顺理成章的变成谢怀安的妾，外事比妾更贱。虽然青怡嫁给了你大哥，但不代表你做错的事情就一笔勾销。你现在就去祠堂跪着，好好反省一下自己错在哪里。祖母，哼，再敢多言，我就让那丫鬟在祠堂外面陪着你一起跪。父亲息怒，儿子这就去跪。这下谢怀安老实了，他对杜静云倒真是一片真心，害怕众人对杜静云动手。最后轮到谢运之的3个孩子过来给许清怡磕头。长子林哥12岁了，他一板一眼的跪下磕完头，喊了一句母亲，便垂着眼不说话了。林哥长得真是俊俏。随后送上了一份见面礼，是一套文房4宝。谢谢母亲。次子真哥谢真，母亲，我是真哥，大名谢真，今年8岁了。真哥真敦实啊。真哥不自在的笑了，显得有些腼腆。别人都说他胖，只有母亲说他敦实。母亲，我是恒哥儿，今年4岁了。许清怡乐不可支，直接弯腰将瘦小的恒哥抱起来。恒哥儿真乖。随后亲自为恒哥戴上了一把长命锁。母亲送的这把锁，把咱们恒哥儿的福气锁在身上。这其乐融融的一幕，叫老夫人悲喜交加，几度抹泪。若是长孙能醒来，就更好了。孩子们之前都在哪里教养？众人看向秦氏，显然是秦氏在教养。3个哥都在我的院子里。这样啊，恒哥，你想不想来母亲的院子里生活？恒哥滴溜溜的眼睛亮起来，点点头，之后又害怕的低下头，靠在许清怡怀里，不敢说话了。秦氏不喜欢继子谢运之，因此对谢运之留下的3个养子，又能尽心到哪里去？不虐的就不错了。看来恒哥很喜欢母亲呢。祖母，既然青怡已经是世子的妻，就应该帮夫君照看3个孩子，不如他就搬到我的院子里住吧，您觉得如何？秦氏心下不悦。应该的，你是他们的母亲，何该由你来照顾他们？等会儿就遣人搬吧。母亲，这样会不会影响运之静养啊？就是要热闹才好，没准热热闹闹的喜气一冲，运之就醒过来了。秦氏发现自己被完全忽略了，越发郁闷。不过算了，他早就不耐烦照顾谢运之的养子。恒哥听说可以搬到母亲的院子里住，满脸开心。真哥也开心，因为祖母不喜欢他，总是嫌弃他胖。站在最后的林哥没什么感想，反正父亲现在成了这样，没人给他们撑腰，他们住在哪里都是寄人篱下。今后3个哥都住在这儿，叫他们多备些食材，没有就赶紧去采买。是，少夫人。恒哥想不想去看爹爹？想。那我们就去看他吧。莫言，莫言，请少夫人安，请少夫人安，请恒少爷安，请恒少爷安。我带恒哥过来看看他爹。世子还好吗？早上吃了没？回少夫人早上吃了，但世子需要少吃多餐，所以关琪领头进去，里头还摆着一些刚送来的食物。好，你们喂吧，我在旁边选一选。是。2名小厮有些恍惚，难道少夫人要亲自为世子进食吗？世子昏迷后进食的画面并不雅观，他们都害怕少夫人嫌弃。不管世子以前有多风光，现在瘫了就是瘫了，人们都是现实的。爹爹生病了，不要怕，他就像睡着了一样，以后会醒来的。恒哥第一次见昏迷不醒的爹爹，一开始好像吓到了。许清怡连忙安抚他，恒哥抓着母亲的手，乖巧的点点头。去吧，摸摸爹爹的脸，在他耳边喊他一声好。恒哥来到床前，小心地摸了摸睡着的爹爹。爹爹，我是恒哥儿，您生病了吗？痛不痛？好了，过来吧，爹爹要吃饭，我们在旁边看就好了。谢运之朦朦胧胧听见有道熟悉的声音喊自己爹爹。是谁？他好像做梦一样，意识混混沌沌。谢运之慢慢恢复了意识，却发现
自己只是有五感，身体却不能动弹。怎么回事？看来自己伤得不轻，但庆幸还能捡回一条命。世子，莫言伺候您用饭了。关奇将谢运之扶起来，让世子靠在了床头，然后掐开他的嘴。莫言便用调羹舀了流食，送进世子的喉咙深处，这样世子就可以自行吞咽下去。也不知我失去意识了多久。既然意识还能恢复过来，说明身体正在慢慢变好，没准儿还有康复的可能。少夫人，您在里头吗？恒少爷的半餐送来了。在。那你们尽心伺候世子，我先带恒哥去用饭。好的，请少夫人放心。谢运之呆住了。什么少夫人？谢运之也不是蠢笨的人，很快就明白过来，或许在自己失去意识的这段时间，长辈做主为自己娶了妻。恒哥饿了吗？恒哥盯着母亲桌上的食物，咽着口水，点点头，满脸写着渴望。那就坐下吃饭吧。小白鼠恒哥张开了小手，向着母亲。旁边准备伺候他的奶嬷嬷一怔，便瞧见自家主子抱起恒哥，在自己怀里坐下。大户人家的主母哪有这样养孩子的？恒哥儿，你这样吃饭不累吗？他慌了，如果惹母亲生气了，会不会被赶出母亲的院子？这么想着，恒哥竟然吧嗒吧嗒的掉起了金豆子，因为他不想回祖母的院子，他喜欢现在的母亲。怎么了这是？我们恒哥儿怎么哭了？恒哥听见母亲这么温柔地哄自己，又不确定了，难道母亲没有生气？母亲是觉得恒哥儿的规矩学得不好吗？恒哥小心翼翼。恒哥儿，你的规矩很好，母亲对你很满意，很喜欢你。为了增加说服力，还凑近亲了恒哥的脸蛋儿一口。只见恒哥呆呆傻傻的，半天反应不过来。刚才那句话的意思是让你可以不用那么紧张，你的规矩已经够好了，在母亲的院子里可以放松一点。恒哥似懂非懂，面露震惊，没有人如此温和地跟他说过他做得很好。得到夸奖的恒哥终于放松了些。母亲，我喝完了。许清怡对他竖起了大拇指。乖，困了就去睡觉。不行，快午时了，要用过午膳才能睡。这是规矩。你现在就可以睡了。奶嬷嬷，恒哥那边的房间应该还没收拾好，你就将恒哥先抱到我床上。是。到了淡怀院就要守这里的规矩，以后好好干。是，多谢少夫人。午膳时分，负责伺候恒哥的蔡嬷嬷道：少夫人，到午膳了，奴婢抱恒哥去用午膳。恒哥吃了半餐睡下了，不用打扰他。可是少夫人，这不合规矩。老夫人说，恒哥只是个孩子，少吃多餐多睡觉是孩子的天性，情况不允许便不用守着规矩。许清怡内心翻着白眼，不知道小孩的身体发育、大脑发育都跟睡眠息息相关吗？难怪养了3年还是这么黑黑瘦瘦，再按照秦氏这个方向养下去，3个孩子都得养废。少夫人，您就别为难奴婢了，奴婢只是听命行事，若是夫人怪罪下来，不好交代呀。蔡嬷嬷，你现在已经是我院子里的人了，该听的是我的命令。如果你心里只有夫人，那你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恒哥不用你伺候了。少夫人，这奴婢不是那个意思。少夫人瞧着温温柔柔的，没想到性子这么强硬。那就按我说的去办。是。恒哥呢？恒哥早上起得早，刚才回去吃完半餐睡下了。哎呀，这怎么行？太没规矩了。青姨有所不知，这侯府啊，有侯府的规矩，是先太夫人留下的。先太夫人出身陇西李氏，最是重规矩的。原来如此，儿媳知道了，以后一定会向府里的各位看齐。秦氏以为他屈服了，这才笑起来。老夫人到。众人闻言纷纷站起来。老夫人也发现了恒哥不在，特意问了2句。无妨，孩子本就该睡就睡。老夫人动筷后，许清怡就不客气地吃起来，同时给2个哥夹菜。真哥看见碗里的肉，就像猫见了鱼，激动地说：谢谢母亲。自从他胖起来，祖母就不许他吃肉，他每顿都吃不饱，然后拼命吃点心零食，这样不但没有轻减下去，还越来越胖了。林哥看着自己碗里的肉，却皱起眉。和二弟不同，他不喜欢吃肉，犹豫了一下，便把肉夹给了二弟。
这个未来小权臣好高冷啊，一点都不像个孩子。林哥，不吃肉是长不高的，你不会是想当矮冬瓜吧？林哥顿时脸色难看，长不高跟吃肉有关吗？别怀疑，是真的跟吃肉有关。真哥爱吃肉，你看他长得多高啊！说着，林哥的碗里又多了一块肉，尽管他还是不想吃，不过想到会长高，脸色难看，就没有再次扔给二弟。母亲，够了，吃饱了？我太胖了，不能再吃肉。想吃就吃。许清怡继续给他夹。谁说太胖了就不能再吃肉？没事，吃饱了再减肥。真哥嘴巴张成了圆形，第一次听这种说法，可是好有道理。母亲说的就是对的，他开心点头。林哥侧目，心里暗暗揣测，这个女人到底是真心对二弟好呢，还是居心不良？青怡，真哥的确不宜吃这么多肉，要适可而止。是啊，他才8岁，这样胖下去可不得了。祖母和母亲有所不知，真哥并不是吃肉吃胖的。满桌子的人面露疑惑，真哥是吃零食点心吃胖的，还有各种甜味的牛乳豆乳。一旁的真哥瞪大了眼睛，疑惑许清怡怎么知道他常吃这些？吃零食点心还能吃胖人？少许吃不胖，大量就胖了。真哥羞愧地低下了头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吧嗒地往碗里掉。可是这也不怪真哥。许清怡摸摸真哥的头，真哥在饭桌上吃不饱，私底下才会大量的吃点心零食。众人震惊，都觉得许清怡的话是无稽之谈。有水足才能饱腹，真哥这个年纪正在长身体，顿顿吃不到肉，一会儿就饿了。他又不敢去厨房要吃的，不吃点心吃什么？真哥是不是这样？真哥点点头，竟然抽噎起来，然后演变成哇哇哭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以前再饿都没哭过，今天被母亲关心一下就想哭。桌面上的人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老夫人面色难看，因为这显得她对谢运之的孩子不上心。宁宗媳妇，我让你照看运之的孩子，你就是这么照看他。哎呦，这真哥也真是的，饿了怎么不说呢？但凡他吱一声，侯府还能饿着他不成？够了，秦氏，你又在推卸责任，这是孩子的错吗？许清怡拿起筷子，慢悠悠地继续吃饭，吃着不错，就给孩子们夹。真哥已经不哭了，平静下来后，用崇拜的目光看着母亲，感觉母亲真厉害，连祖母都不怕，还让祖母吃瘪。林哥看见眼前的结果，眼底闪了闪，目前来看是护着他们兄弟几个的。母亲，您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母亲，我不吃点心就能瘦下来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再配合适当的运动，打打拳，跑跑圈，真哥就会瘦。那太好了。真哥有母亲了，头一次体会到了有依靠的感觉。真哥，困不困？你弟弟在里屋睡觉，你困了就在软榻上睡。母亲，我不困，我想去看爹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要不叫上你大哥一起。好，我去叫他。大哥，去看爹。走吧。是母亲让我来喊你一起的。真哥说道，要回去找许清怡。林哥不置可否，脚步直接走向父亲的屋里。真哥只好自己去找许清怡。林少爷来了。爹，儿子来看你了。谢运之感慨兼激动，是林哥的声音。他最头疼林哥，这孩子跟谁都不亲。爹，您昨天娶妻了。谢运之闻言诧异，原来是昨天才娶妻的吗？对方是永安侯府的二小姐，闺名叫许清怡，原本是二叔的未婚妻，和他拜堂的也是二叔。林哥一五一十说的，他心里憋着一股气，觉得父亲理当有知情权。关琪和莫燕对视一眼，自觉出去把风。不过当他绕过屏风，便和许清怡打了个照面。关琪尴尬，许清怡更尴尬，一来就听见继子在说自己的坏话，他有什么办法？嘘。许清怡满脸比对方还惊慌，里头谢运之的心中不说惊涛骇浪，也的确很惊讶，自己的妻子竟然是二弟的未婚妻。二叔不喜欢对方，二叔喜欢对方身边的丫鬟，那个丫鬟有孕了。说到这里，也觉得二叔很混账。成亲之前，那丫鬟就有孕了，二叔很喜欢她，并且……二弟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在他印象中，二弟还是一个开朗单纯的少年。小厮们也是刚吃到这个瓜，听得津津有味。真哥瞪大了眼睛，似懂非懂。接下来的料就劲爆了。许清怡赶紧捂着真哥的耳朵，小孩子不能听。昨晚洞房，
二叔把新娘子迷晕了，和那个丫鬟厮混，被祖母和祖父抓个正着。谢运之满脸叹号，其他吃瓜人更是满脸叹号。二叔的妻子知道这件事，向太祖母请求换亲，把新郎换成您。太祖母原先不答应，直到对方承诺可以为您言嗣。这些消息都是他今天才打听到的。谢运之再一次震惊不已，林哥在说什么？言什么？什么嗣？他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，如何言嗣？林哥说完，忽然不是那么反感许清怡了，毕竟二叔和那个被主的丫鬟确实恶心人。恭喜您，若是我们有个弟弟或妹妹也是好事，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。谢运之心情复杂，你爹都动弹不得，哪来的弟弟妹妹啊？少夫人马上要过来了。林哥立刻闭上了嘴，冷清清地站在一旁。要不是许清怡亲耳听见，真不敢相信他嘴这么碎。爹，谢运之只觉得一个小肉球压在自己的手边，不用想就知道是真哥。真哥又胖了。爹，我有母亲了。大哥看起来不喜欢母亲，还告状，但他喜欢母亲，对我和弟弟很好。谢运之怔了怔，了然，看来新夫人并不难相处，只是林哥的性子使然，对人家颇有微词。我们刚吃完午膳，弟弟在母亲的床上睡觉，祖父忙去了。二叔被大祖母罚跪祠堂。许清怡抽了抽嘴角，原来真哥也是个嘴碎的。我们搬到淡怀院住了，现在住的房子又大又好。祖母对我们不好，还不给我吃肉，母亲就不会这样。爹，你什么时候醒来啊？爹也希望能醒来，好好照顾你们。好啦，我说完了。真哥回头看了看许清怡，母亲，轮到你来说了。不是，这游戏非要每个人都玩吗？他没有什么话想说的，可是真哥硬要拽他过去。世子爷，我是清怡。谢运之感觉有人靠近，鼻尖嗅到了一缕淡淡的幽香。虽然说嫁给你很意外，中间经历了一波三折，但这也许就是老天的安排吧。既然清怡成了你的妻子，就会好好恪守自己的本分，这一点请你放心。听起来倒是知说达理，谢运之放心了几分。3个孩子都很可爱，林根聪慧，真根活泼，横根乖巧，我很喜欢他们。我会将他们当成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对待，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情况，都不离不弃。母亲，我也喜欢你，不离不弃。真哥开心地抱住许清怡的手臂，林哥和谢运之无语。好了，都回去歇着吧，难得你们放1天假，明日还要上学呢。爹，我走了，下回再来看您。任谁都看得出来他对许清怡的漠视。关琪和莫燕有些担心，林少爷这性子太冷了。母亲，我不想回自己的屋，我可以去您屋里吗？许清怡摸摸他的头发，走吧，你问问府里有没有木匠，有的话带一个回来。少夫人，终究夫人才是侯府的当家主母，您要是看长远呢，就不能事事都依靠着老夫人，那样只会和夫人越来越不和。奶嬷嬷，我和夫人是注定不和的，这不是我对她好或坏就能改变的事实，因为我是世子夫人。奶嬷嬷哑口无言。是老奴多嘴，您有主见就成。你不是多嘴，你劝的倒也对，只是这个婆婆不值得，若换个好一点的婆婆，当然是家和万事兴。行，那奴婢就去办事了。奶嬷嬷走后，常嬷嬷求见，进来就跪下。少夫人，求求您不要发卖奴婢，奴婢知道错了，奴婢给您磕头请罪。你对我不忠，我不会留你的，但你若是不想出府，倒是可以去求求杜静云，看他肯不肯留你。他肯留下你在房里伺候的话，你对我还是有用的。常嬷嬷想了想，明白了，咬牙：好，少夫人，奴婢去试试。杜建元的心情不错啊，计划好歹是顺利的。二爷没有正妻，后院就他一家独大。杜静云越想越开心。静云小姐，不好好伺候你家主子，你来我这里干什么？少夫人说，往常在府里，奴婢与您最亲厚，叫奴婢来伺候您。他发现你了？常嬷嬷摇头，赶紧否认。没有，少夫人性子单纯又心软，我说几句就搪塞过去了。那你就留下吧。是。常嬷嬷松口气，暗想以后跟着杜静云也不错。他真的跟世子圆房了？是。老夫人，
刚才少夫人身边的陈嬷嬷来了，想找个木匠，说是给恒少爷做玩具。那感情好啊，恒哥4岁了，是该到了玩些大玩具的年纪。哼，只怕恒少爷长这么大还没摸过一件玩具呢。少夫人叫嬷嬷特地去恒少爷的住所收拾，竟是一件没找到。什么意思？只怕夫人从来没有给恒少爷准备过玩具。真哥的事证明，不是侯府缺不缺的问题，分明是侯夫人不用心。岂有此理！好他个秦氏，竟敢蒙骗了我和侯爷这么久。平时惯会做面子，我还当他是个慈爱的祖母呢。若不是少夫人进门，竟是不知3位孙少爷私底下过得如何。我与侯爷也有责任，太相信秦氏了。只怕3个孩子私底下吃了很多苦，却从来不跟他们说，他们有愧于谢运之的托付。去看看林哥是不是还在读书，顺便送些茶水和半餐过去，叫厨房做的精致点儿，别净弄些敷衍的点心。是。一式3份，往主屋也送2份。林少爷，是少夫人吩咐奴婢给您送来的，请您慢用。林哥正在看书，目不斜视地嗯了一声。等柳儿走远，林哥这才放下了书本，看了一眼桌上丰富的半餐，陷入了怔中。从前在侯夫人的院子里可没有这个待遇，如今许青衣主动叫人送来，林哥就用了一些，剩下的大半都赏给了贴身伺候的丫鬟嬷嬷。林少爷，咱们是不是要过好日子了？少夫人对您真好啊，对其他2位少爷也很好。奴婢听说2位少爷在主屋待了一下午呢。谨言慎行，不要乱说话。是。少夫人，真哥儿明日就要去书院读书了，他的大字呢还没写完。奴婢啊，来接真哥儿回去写大字。苏叶，去找找少爷们吧。是。不一会儿，苏叶领着2个小泥人回来了。许青衣看着2只花脸猫，愣怔了一下。真哥兄弟俩刚才玩得起劲儿，早就把规矩忘到了九霄云外。母亲，对不起，我们把衣服弄脏了。往常侯夫人是不准他们玩泥巴的，见一次打一次手心。后来他们就都不敢了。母亲，你打我吧，不要打我弟。不要，不是二哥哥要玩的，是我要玩的。母亲，你要是打我吧。抬手在兄弟俩的手上挨个轻轻拍了一下。好了，打完了。 2个孩子都懵了，这就算打了吗？可是一点都不痛啊！以前祖母不是这样打的，祖母打他们会用戒尺。跟你们开玩笑的，谁要打你们了？衣服脏了就脏了，换套干净的就行了。打你们做什么？真哥也不傻，早就发现母亲和侯夫人不一样。多谢母亲。先别谢我，你的大字还未写完对吧？跟嬷嬷回去换了衣服，好好写字。真哥的圆脸果然垮下来。真哥不想回去写字吗？没有不想，儿子这就回去写。将恒哥也抱回去沐浴更衣，好生伺候着。脏兮兮的恒哥待在嬷嬷的怀里，有些不舍地看着许青怡。嬷嬷丫鬟将恒哥洗干净，又抱到许青怡跟前。这次是恒哥自己要求来的。母亲，我洗完澡了。是啊，让我来闻一闻香不香？恒哥赶紧将自己的小脸蛋凑上去，仔细看还有点紧张，他怕自己不香。恒哥真香啊，这是用了几斤香胰子？好像连皮肤都白了几分呢。恒少爷打小就这么黑。蔡嬷嬷，以后不要说这种话。少夫人，奴婢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打趣一下。那也不行，我说你还敢狡辩？你就是没有打从心里敬着恒哥，你议论主子长短就是不对。别以为自己奶过哥就高人一等了，下去好好想想我说的话，想不明白就打哪儿来回哪儿去。蔡嬷嬷平时确实仗着自己奶过恒哥，有几分脸面，把自己当半个主子。是，少夫人。等蔡嬷嬷走了，许青怡抬起恒哥的小脸，还好这次争气没哭。恒哥，我发作了你的奶嬷嬷，你生不生气？恒哥赶紧摇摇头，看起来反倒是更害怕许青怡生气。他扑到许青怡的怀里说：母亲别生气，我不喜欢奶嬷嬷，我喜欢母亲。为什么不喜欢奶嬷嬷？她对你不好吗？我喜欢母亲。知道了，
母亲也喜欢你。我长得不好看。谁说你长得不好看？炫蔡嬷嬷真是没炫错，害得这么小的娃娃都有容貌焦虑了。你只是还没长大，长大就好看了。走，我们去找你二哥，该吃饭了。真哥儿，你的大字写好了？真哥吓了一大跳。母亲。他藏书的动作很快，但许青衣还是看到了，向他伸出手，给我看看是什么书。怯生生地将书交出来。游记？哪来的书？这种类型的书看不坏人。在父亲屋里拿的，对不起，我不该乱拿东西。没关系，喜欢看书是好事，多看书才能不出门便知天下事。不过你要分轻重缓急，大字都没写完就看闲书，明天在课堂上被夫子教训怎么办？真根欲言又止。你想说什么就说吧，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对错先不论，允许你发表任何意见。夫子根本不喜欢我，也不会管我，我写不写他根本不在意。不仅在书院没人在意他的学业，在侯府也没有。母亲，我根本不是读书的料，反正他们都放弃我了，我也不想读书。可是不读书，你字都还没认全，以后怎么看得懂你想看的书？当将军也要识文断字才行，就算不喜欢读书，至少要把字认全呢。以后你就抱着认字的目标去读书，什么时候字认全了，就算出师了。真哥有些懵懂，隐约明白了什么，但又不敢相信。母亲的意思是不勉强他把书念好吗？这太匪夷所思了。真哥儿，你在想什么？你不会是觉得我也放弃你了吧？真哥抬头看着许青怡，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不是了。正所谓因材施教，既然你不是读书的料，我为什么还要逼着你读书啊？这样有用吗？真哥没被安慰到，母亲的言下之意还不是自己没用吗？天下士子那么多，能出头的有几个？照你这么想，没考上的士子是不是就不用活了？天生我材必有用，你读书不好，不代表在别的领域就没有天赋。可是我也没有别的天赋。这孩子，许青怡掐了下他的脸安慰。你才8岁，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，听我的，就先把字认全，别的到时候再说。你以后肯定会有出息的，我也没有放弃你，放弃吃肉都不可能放弃你。这么好的一个重点骨干苗子，许青怡怎么可能放弃啊？他还指望真哥给自己养老呢。母亲，我知道了。许青怡笑了，哄孩子也是需要甜言蜜语的。走吧，我们去接你大哥。林少爷，少夫人领着真哥和恒哥来找您呢，要和您一起去用马扇。大哥，母亲。许青怡微笑，不仅不介意他的敷衍，还有点受宠若惊。走吧，林哥，一起去用膳。韵之和青怡的圣旨请下来了，宫里应该明日会来宣旨。那就好，圣上还是疼惜韵之的。老夫人放下心来，有了赐婚圣旨，就不会有流言蜚语了。青怡不孝，让父亲奔忙了。你和韵之好好的就行，淮安的婚事你着手务责吧。只怕淮安房里有一个，找不到什么好姑娘。哼，那还不是他自己作的。许青怡埋头吃饭，蒜香排骨、红烧鱼块一股脑的往自己的碗里加，还有真哥和恒哥的碗里加。真哥感动的都要哭了，母亲真好，他以后就是母亲忠实的狗腿子。林哥无语，感觉自己嘴里都腻过来了。昨晚刚圆了房，今晚休息，不过妻子的本分还是要守的。许青怡沐浴后，打算去世子的屋里小坐片刻，以示关心。少夫人，您稍等，请先不要进来。出了什么事？也没有什么事儿，只不过是世子腻了。明月在帮齐爷换卸裤，谢韵之羞愤欲死，当了1天的废人，他才知道情况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糟糕。他浑身动弹不得，却依然要吃要喝，会正常排泄，但这些他都控制不住，只能由别人伺候。少夫人，没出什么事，只是世子弄脏了衣服，我们正在给他更换，您稍等一下，很快的。许青衣秒懂，这有什么？你们不必这么慌张，我又不是不知道世子是什么情况。可子霄和明玉却还是希望替世子保持一点形象，照顾世子也是我这个妻子该做的。我进来了。少夫人看了一眼床上只是尿裤子，你们这么紧张干什么呀？这是我的夫君啊。两人沉默苦笑，不是他们信不过少夫人的真心，只有照顾过世子才知道这是多么折磨人的一件事。许青衣也不管他们，撸起袖子就从水盆里拧了毛巾替世子擦拭。少夫人，让我们来吧。
你们怎么婆婆妈妈的，还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？别废话，快去拿干净的被褥来换。这时谢韵之才知道替自己擦拭的人原来不是小厮，她脸庞顿时发烫，倒不是害羞，准确的说是难堪。许清怡认真擦洗着，但要说她折辱对方也无从说起，她分明是恭敬的将世子当成老板对待。三人合力下很快更换了新的被褥，给世子换了新裤子。世子就这样一直躺着吗？难道没有想过让他坐一坐？有没有轮椅之类的东西可以推着世子出去逛一逛，晒一晒太阳？一直这样躺着会发霉的。轮椅？二人再一次满脸疑惑，看来现在还没有轮椅。等着吧，过几天我让木匠做一把轮椅，到时候就可以把世子推出去外面晒太阳。可是大夫说世子要静养。那也没说不能出去晒太阳，相信我，晒太阳对世子的身体有好处。谢韵之有些激动，晒太阳有没有好处他不知道，但他确实在床上躺腻了。明天我会去请示老夫人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是，少夫人。提到老夫人，谢韵之心底有浓厚的思念之情，难免有些失落。今天一整天，除了儿子们和许清怡这个半路夫人，其他人都没有来过。世子，父亲为了我们的婚事在外奔波了一天，终于向圣上讨到圣旨了，宫里明日就会来宣旨。原来是这样吗？我怎么也变得嘴碎了，肯定是被真哥他们传染的。不过说说话也好啊，总好过在这里干坐着。抱着这个念头，许清怡絮絮叨叨地说：老夫人被气得不轻，这2天也怪累的，紧接着还要给二弟张罗婚事，恐怕不容易。谢韵之心道：二弟那个混账还没成亲，屋里的姨娘就怀孕了，容易才怪。子潇见状，连忙出去捧了一杯茶进来，还有点心、瓜子、糖，一副开茶话会的样子。这个开会的待遇挺好的。他抓起了一把瓜子，不客气地嗑起来。恒哥儿也4岁了，也该到了启蒙的时候，我寻思着给他物色一个夫子。什么？恒哥到现在还没启蒙？他知道秦氏不太尽心，但没想到如此不尽心。林哥的学业倒是不用操心，等他考上秀才吧，我再去给他找个更好的老师。就是真哥儿不爱读书，将来恐怕走武举的路子更好。这一点谢韵之也是赞同的。习武能强身健体，就算将来不从军也能保持身材。真哥确实应该注意身材了。世子，不早了，我回去想一下轮椅怎么做，你今晚早点歇息。听说他要走，谢韵之有些猝不及防，似乎感觉才说了没2句话。谢主隆恩。回头谢二爷若是和哪家姑娘情投意合，圣上也会下旨赐婚。许清怡差点没笑出来，那可太好了，圣上赐婚的正妻，看谢怀安和杜静云还怎么欺负。谢陛下隆恩。谢怀安今天终于被侯爷放了出来，膝盖一片淤青。二爷受苦了，都是妾身连累你。静云，不关你的事，别哭了，对你肚子里的孩子不好。请夫人安。我和安儿说话，你下去。娘。是。刚才宫里来旨意，给你大哥和青姨赐婚了。你的婚事也不能落下。圣上说了，等你有了情投意合的女子，也可以为你赐婚。娘这几天就出去给你物色物色，一定给你找一个好妻子。谢怀安皱眉，他并不想这么快娶正妻。也不用这么着急，府里才刚发生了这种事。你都21了还急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在为那个贱人拖着。娘，不要这么说静云，她是我喜欢的女人，我想等她生下来再娶有什么错？我又不是不娶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去找，什么时候找到什么时候赐婚。你要是想护着她，最好听我的，我不会让一个女人把你弄得晕头转向，做出宠妾灭妻的事情来。安儿，你给我清醒一下，看看你在做什么。你大哥若是有个3长2短，将来侯府就是你的，不要为了一个女人葬送自己的前途啊。娘，我明白了。都怪许清怡那个女人，怎么突然就变得不可掌控了呢？如果许清怡乖乖的当她的正妻，她和杜静云就不会再面临这种困境。杜静云进来了。二爷，夫人怎么说？母亲想给我物色正妻人选，静云，这是必然的。不过你放心，不管我的正妻是谁，我喜欢的只有你。我相信二爷对我是真心的。忙了一天，许清怡今天都没去世子那儿打卡，于是将跟屁虫恒哥抱过去。恒哥，你在这里陪陪你爹，
好不好啊？恒哥高兴地说好，谢运之也很高兴。恒哥吃完好吃的，感觉自己陪爹爹已经陪了很久了，而且他想母亲了。恒哥就趴在谢运之的耳边：爹爹，我想母亲了，我下回再来看您。这个不孝子。不过他也很好奇，许清怡在忙什么。少夫人明日要回门，所以今个来去匆匆，过2日闲了就能常来看世子了。谢运之倒是把这事儿忘了。安儿她身体不适，他昨晚就从祠堂里出来了，歇足了1天，还身体不适。侯爷满脸怀疑，当然不是了。谢怀安只是为了陪杜静云吃饭，此刻2人正在院子里卿卿我我。明日青怡回门，夫人给青怡准备了回门礼没有啊？侯夫人脸色一僵，她还真忘了这茬。按照最高规格的回门礼，现在去办也还来得及。青怡啊，我一会儿就让玉兰带你去库房，你看中什么就挑你喜欢的，别客气，这是额外给你的补偿。有东西拿，许青怡自然不会客气了。是，多谢祖母。明日回门，不如青怡带恒哥儿回去。等明日过后，我会亲自提着淮安那混账登门，给亲家道个歉。至于明日带不带恒哥儿回去，看儿媳你自己。恒哥儿想跟母亲一起去，不过母亲要是不带恒哥儿也没事，恒哥儿不哭。许清怡扶额，难怪人家说3岁看老。这个恒哥的奸商性格看来是天生的，小年纪就茶气四溢。带你，今天能吃下1碗饭，明儿就带你去外祖家。恒哥有了动力，赶紧点点头，自己抱着碗吃起来。听说弟弟能跟着母亲去外祖母家玩，顿时碗里的肉都不香了。没出息。连哥将2弟的心猿意马看在了眼里，心里头恨铁不成钢。真哥脸红耳赤：真哥，你明日乖乖上学，等书院放假，我再带你去外祖家玩。真哥发现自己没有被忽略，立刻又开心起来。好，谢谢母亲。偷偷瞟了严厉的大哥一眼，却见对方根本懒得看他。真哥心里哼了一声，他知道大哥也嫌弃自己笨。真哥，我和弟弟去库房，你回去自己乖乖写大字。哦。看着母亲和弟弟的背影，他忽然发现了一件事，母亲好像不太搭理大哥。也是，大哥自己先冷脸不理人。大哥，你不喜欢母亲吗？连哥懒得理这个缺心眼的2弟，心道：你以为我是你啊？才几天就被人管得团团转。我觉得母亲挺好的，她跟别人不一样，如果她愿意对我好，我也愿意给她当儿子。也知道大哥懒得理自己，他说完就走了。连哥侧目，似乎没想到一向大大咧咧的2弟能说出这种话，但没有如他从小就知道任何人都靠不住，只能靠自己。少夫人，这些布料都是新进的，时下正流行呢，您可以拿一些当回门礼，送夫人送小姐都适合。我就不拿了，聘礼那边还有很多没用完呢，就是想看看有没有适合几位哥的，不知道他们夏季的衣裳做了没有。当然有，适合少爷们的布料在这儿呢，您挑一挑。恒哥自己瞧瞧，喜欢什么颜色的布料。恒哥长这么大，很少自己做主选东西，你喜欢哪个就用哪个给你做衣裳，多选几个，给你哥哥们也做2身。好。栀子色还有藤紫色，都是他自己喜欢的。恒哥真会选。恒哥抿着嘴笑了。少夫人，奴婢今天下午仔细想了您的话，已经想明白了。从前的确是奴婢不对，没有打从心里敬着少爷，请少夫人责罚。许清一抬头看着蔡嬷嬷，你想明白了就好，以后尽心尽力照看恒哥，不仅要得到我的认可，还要得到恒哥的认可，懂吗？蔡嬷嬷一张老脸羞得火辣辣的。是，少夫人，奴婢一定好好改过。好好干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眼下恒哥比较粘人，明日还要随我回门，你就过2日再来带他吧，免得蔡嬷嬷有情绪，回头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儿。打算观察几天。好的，少夫人。不过也有事情要吩咐你，你会做女工吗？会的。我在库房选了一些布料，给哥儿们做衣裳。你召集几个会做女工的丫鬟嬷嬷，这2天就领着他们做衣裳。是，少夫人，奴婢一定将您的吩咐办好。去吧。怎么了？母亲觉得
我太粘人了吗？恒哥暂时听不懂大人的打击风，只听到母亲说自己粘人。当然不啦，只是找个借口把你从蔡嬷嬷那里抢过来。恒哥还是理解这句话的，抿嘴笑了笑，缓缓靠近许清怡的怀里。林少爷，少夫人吩咐给您做夏季的衣裳，这是少夫人专门为您挑选的呢。除了这2个，您还可以再瞧瞧有没有看上的。连根瞟了一眼，也是第一次享受这种待遇。随意就好，我不挑。行，那就一个颜色给您做一身。少夫人说了，多多益善。真哥倒是很给面子，不客气地挑了自己喜欢的。替我谢谢母亲。少夫人真大方，昨天去磕头也赏了。咱们院子里有了女主人就是不一样，连花园里的花都开得更红火了。谢韵之不语，听起来蛋还院很热闹的样子，不知为何也跟着有点高兴。少夫人给世子准备了吗？世子，不好意思啊，许清怡还真是没想到世子的份儿。今天例行开会，明天要回门，至于衣服的事情，从头到尾都没提过。眼看着他就要走了，子潇急了喊：少夫人，还有事吗？世子的4季衣裳消耗的挺快的，您下回要是看到适合的布料，也可以给世子做2身。啊，世子真的缺衣服穿？行，等明日回来，我再去库房看看。谢韵之恨不得堵上子潇的嘴，和他提这个做甚？少夫人这2天太忙了，等闲下来就会过来亲近世子了吧？当然了，世子这样估计不容易，好事多磨。他们都盼着小主子到来，少夫人不来亲近世子，就没有小主子。大姐怎么有空回来？想着你今日回门，大姐有些日子也没见你了，就特意的回来看看你。那感情好啊，正巧我带了恒哥来，是韵之的小儿子。恒哥，乖，快喊姨母。姨母好。眼哥可真乖，拿着吧，这是姨母给你的见面礼。恒哥先是看了许清怡一眼，得到许清怡的点头，这才接过来。谢谢姨母。眼哥与二妹妹倒是挺投缘的。那是，恒哥就是我的亲儿子。许清怡说着，笑眯眯地蹭了蹭恒哥的脸蛋。说实话，他对谢韵之没什么感觉，睡起来也就那样吧，但很稀罕对方这几个儿子。进去吧，父亲和母亲还等着呢。父亲，母亲，女儿回来了，这是韵之的幼子恒哥。恒哥，喊外祖父、外祖母。恒哥，拜见外祖父、外祖母。眼哥真乖，乖啊，外祖母呀，给你拿好吃的。谢谢外祖母。韵之为国为民，是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。既然你嫁给了他，就好好为他持家吧。你的主意忒大了，当时到底是个什么情形呢？娘，这还真不是女儿的错。他将向自己伸手的恒哥抱起来，同时将当日之事娓娓道来。荒唐，欺人太甚。所以啊，我嫁给谢二爷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？与其看着丈夫不成器，尽知道和姨娘厮混，我还不如嫁给谢世子。一旁的许庭云听了二妹妹的话，总觉得刺耳，怀疑对方是不是故意暗讽自己。她的丈夫永国公世子风流成性，全京城都知道。不过那又如何，总比一个摊子好。二妹妹想当然了，谢二爷再不成器，将来也是侯府的主人，你们到时候孤儿寡母的，大姐是真的为你担心。可不是吗？你大姐这些年教你的东西，你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呀。她再是宠爱妾室，那也顶多的就是生出几个庶子庶女，能金贵得过从你肚子里爬出来的嫡子。母亲有所不知，谢家专出情种，谢二爷和杜静云情比金坚，只怕女儿嫁给谢二爷，连生下嫡子的机会都没有。不信你们明天自己看，谢二爷对杜静云的一片真心都写在脸上，连把庶长子交给嫡母养的条件都不肯答应，我嫁他何用啊？众人听得皱眉，不敢置信，这年头还有这么明目张胆宠妾灭妻的公侯子弟。好了，事已至此，圣上都下旨了，就这样吧。永安侯倒是看得开，反正这个女儿打小就平庸，也没指望她有出息，这样挺好的。韵之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世子还好，除了昏迷不醒，其他一切如常。我听说她这种情况也能行夫妻之事。其他人面露诧异，你自己考虑考虑，要是可以的话，还是自己生一个为好。服了，大庭广众就聊这个，说好的古人含蓄保守呢？知道了。知道吗？
刚才在你铺子买笔墨纸砚的那位，就是谢运之将军的夫人和他的养子。什么？哎呦，我不知道啊！我早知道我就不收钱了。事不宜迟，他拿着银子追了出去。哎呀，谢将军他夫人呐，请留步！哎，这笔墨纸砚呐，算我送给谢将军公子的，还请谢夫人不要嫌弃啊！掌柜的说完，一溜烟的就跑走了。老百姓们对谢运之这位大将军敬仰有加，更何况谢运之出事了，大家伙的敬仰中还带着怜惜。谢将军他夫人，鄙人请你们吃糕点。夫人，我请你吃鸡蛋。我这里有伞、扇子。人民群众热乎的招呼声让许清怡震惊了。谢运之这么受欢迎的吗？国际新闻看多了，就算是头一次经历这种场面，也自然而然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鹏哥，这些百姓们都是敬重你们爹爹的，你们爹爹是个大英雄，你将来也要做个好人，和你爹爹一样受人尊敬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恒哥在原著中当了海商，手段并不干净，不过倒也不忍心怪他从底层爬起来太苦了。好，我要和爹爹一样。平阳侯府，谢运之躺在床上，听着外面好像热闹了起来，便知道许清怡回来了。跟着回来的嬷嬷说，少夫人和恒少爷出去逛街了，被人认出了身份。随后一条街的人都争相给少夫人送礼物呢。有这回事？少夫人也得体，教着恒少爷跟老百姓们打招呼。咱们少夫人性子真好啊！原来老百姓们都还记得咱们世子的好呢。那是当然，世子战功赫赫，没有世子哪有现在的太平盛世啊？你说咱们吃这个肉饼是不是老百姓送的呀？那倒不是，嬷嬷说都付钱了，是少夫人吩咐的，老百姓们赚钱不容易啊。谢运之心道：那是当然，付钱是应该的。同时有些庆幸自己这个妻子还算慧质兰心，知书达理，而不是那等眼皮子浅的人。母亲真好，怎么知道我饿了？林哥倒是反应平平，他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没有那么好哄。直到回书房，看见成堆的笔墨纸砚，还有一些书本，他呆了呆，这也太多了吧？许清怡是暴发户吗？这个质地的宣纸便知道不便宜。不管他承不承认，看到这么多的笔墨纸砚，确实是挺开心的，大抵能用到他考完秀才了吧？大嫂，二弟，有什么事吗？林哥是一向都不打招呼的，因为谢怀安曾经在私底下喊过他小杂种，他以为许清怡会让他们喊人，结果并没有。缙云现在是我的人了，你把他卖身契给我，还有那个常嬷嬷，既然你把他给了缙云，卖身契也一并拿来吧。二弟，缙云原是我的丫鬟，却背着我做出这等丑事，我是主，他是仆，他怎么说也该给我赔礼道个歉，你说呢？她怀孕了。杜缙云怀孕怎么了？难道他就要惯着对方吗？杜缙云怀的又不是他的孩子。你别为难他，有什么冲着我来。是啊，他竟然不知廉耻，背着主子怀了主子未婚夫的孩子，如今连给主子侦查道个歉都不愿意，还想要卖身契，门儿都没有。我说了，是我的错，不关缙云的事儿。所以呢？你要一个侦查道歉可以啊，我代替他给你侦查道歉。确实，你也有错，那就你俩一起侦查道歉好了。你许清怡，事已至此，你也和大哥成亲了，何必揪着缙云不放呢？他没有对不起你啊，你才是那个多余的人。想要卖身契，可以，下辈子吧。说完，他一步就要走。许清怡，谢怀安伸手去抓他的手臂。母亲，孩子们都被吓着了，其中属真哥的反应最快，立刻冲过来，用力推谢怀安。你不要打我母亲！谢怀安也知道自己冲动了，连忙松了手。你这样为难缙云有何意义啊？是你自己放弃了我的正妻之位，又何必纠缠啊？谢怀安，我是你大嫂，你最好对我放尊重点。你刚才对我动手，逼我交出杜缙云卖身契的事，我会如实告诉老夫人和侯爷。我何时对你动手了？我只是想拦住你。你动手了，你就是动手了。真哥气鼓鼓地瞪着他，有横哥也握紧两只小拳头，怒目看着谢怀安。一旁的林哥虽然脸色如常，但也不着痕迹地靠近了些许。若是谢怀安敢再动手，他也能挡着些。好孩子，我们走。母子四人转身离去，独留谢怀安浑身不爽地站在原地，最后又被罚跪祠堂一天。你疯了吗？她现在已经是你的大嫂，你还去惹她干什么？儿子只是想拿回缙云的卖身契。卖身契现在不急，他还在气头上，你去要什么卖身契呀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回头我会去要。
谢怀安又不是傻子，母亲这么厌恶杜静云，被母亲拿了杜静云的卖身契，对方还会给他们吗？以后你再为那个贱蹄子挨罚一次，我就扇他一巴掌，说到做到。娘，静云她到底做错了什么呀？您要这样侮辱她，她只不过是命运悲惨，家道中落而已。您怎么这么恶毒啊？什么？你说我恶毒？一个勾引主子未婚夫，背着主子爬床的贱蹄子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那是我的错，不关静云的事啊。你住嘴！他若是堂堂正正，我还能高看他一眼，但现在这辈子都休想我看得起他，贱人！少夫人，今儿个要去服侍世子吗？去吧，只要过了头一晚，那事儿也不是上刑场，没准等这具身体适应了，还10岁之危呢。夜里，许清怡照旧又来了。谢韵之已经习惯了，她每晚会过来说话，今天也和往常一样，说了些回门发生的事儿。周围忽然安静下来，许清怡不再说话，谢韵之都以为她要走了。世子。忽然，谢韵之感觉温热的指尖在自己脸上抚摸，这个触感令他愣了一下。许氏在摸自己的脸，随后心如明镜，看来这许氏是爱慕自己的。谢韵之惊讶过后有些无奈。许清怡无语，爱什么什么慕，他只是觉得一上来就吃正餐很枯燥，需要调动一下情绪而已。当然了，如果他知道世子是有意识的情况下，他当然不会这么做，怪尴尬的。可他现在不是不知道吗？所以就随心所欲亲了亲世子的眉眼。在许清怡的心目中，滚床单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，她不想将自己搞得像个严丝工具，能享受当然是享受一点好。谢韵之感觉轻柔的吻在自己脸上蔓延，从薄薄的眼皮到脸庞，这让他莫名的紧张，心脏在胸膛中跳动得很快，呼吸间全是女子的馨香，源源不断地萦绕在他鼻尖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轻柔的吻终于告一段落。就在谢韵之以为结束的时候，许氏那不安分的手游走到了他身上的其他地方，并且带着与众不同的意味。这一刻，谢韵之好像猜到了蛛丝马迹，怪不得子潇和明玉出去了，原来许氏早有预谋，只能躺着任由许氏施为，令他感到有些难堪，还有一点点生气。怎么这样对待他？许氏对自己的爱慕竟然如此之深，深到要与自己这个废人圆房。世子，谢韵之脸红耳赤，感觉不受自己控制的呼吸都变得急促和炽热了几分。许清怡将手掌附在世子的心口上，感受着皮肤之下那颗心强有力的跳动。你会醒来的，对吗？他想着，就当履行丈夫义务，既然自己还能人道，似乎也是应该的，不然许氏岂不是成了守活寡？正当谢韵之已经完全放下了抵触，接受履行丈夫义务之际，许氏忽然枕着他歇了起来。这种戛然而止的感觉并不好受，女子可以随时想歇就歇，但她却很难受，身上如同千万只蚂蚁钻心，在血肉里爬行。虽然这么说自己的夫人很不礼貌，但谢韵之还是想说一句没用的东西。被看清的许清怡花了些时间缓神，她觉得世子今天有所不同，总之就是很不一样，就跟觉醒了什么似的。但该说不说，熬过了前头的难受，倒还算是一场不错的体验。小半宿下来，许清怡不知自己歇了多少次，最终用尽了办法，终于搞定了世子。谢韵之被疲累的许氏软软的贴着，也感受到了对方的心跳声以及缓缓转而绵长的呼吸声。他睡着了吗？还是晕过去了？谢韵之不知说什么好，只能说这许氏的身子骨也太娇弱了。就在谢韵之以为今夜要与许氏同床共枕的时候，身上的人忽然动了动，接着传来一道娇软无力的声音：嬷嬷。谢韵之听到有人进来了，大抵是将许氏扶了下去，他感到身上一轻，很快便只留下一世的浓稠暧昧气息。接着子潇和明玉进来伺候他，许清怡觉得丢脸，十分丢脸。记得成亲那晚，他顶多就是被嬷嬷扶着走，而今天晚上他完全就是被架着走的。少夫人可是有什么难处？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？脸庞滚烫的想，没什么难处，纯粹就是累罢了。他不愿说话，奶嬷嬷就不问了。不过私底下寻思着，要不给姑娘准备多一些避火图好了，看多点总归有好处。哎，少夫人今晚留得久了些了呢，你说咱们少夫人是不是喜欢世子啊？
谢韵之还没睡着，听见小厮们的讨论，也稍微用心留意。应当是喜欢的吧。少夫人肯定很喜欢恒少爷，我听说近来恒少爷都睡在少夫人的屋里呢。那当然了，这些天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，恒少爷就是少夫人的跟屁虫。少夫人对林少爷也好啊，听伺候林少爷的丫鬟说，少夫人给林少爷买了半个屋子的笔墨纸砚，都快堆不下了呢。谢韵之又放下了心，不偏心就好。少夫人，侯爷一大早就押送跪了一夜的二爷去永安侯府请罪了，临走的时候还特地抽了2鞭子，见了血呢。二弟见了血，某些人恐怕又要挨巴掌了。不值得同情。哼，做了这一般卑主的事情，连道个歉都不肯来，只怕他觉得自己还没错呢。少夫人的日子过得好着呢，不用去给长辈请安。听说睡到日上3竿才起来。这有什么？他就是眼皮子浅，以后有的是苦头吃。听说老夫人很是宠爱少夫人，库房的东西任由少夫人挑选，连侯夫人啊都要让着少夫人3分，根本不敢让少夫人立规矩。杜静媛还想嘴硬，但摸摸自己红肿的脸颊，她承认自己的确嫉妒许清怡的处境。唉，少夫人眼下就这么风光了，等过些日子怀上了世子的孩子，恐怕就一飞冲天，连圣上都要赏赐了。他的心都凉了。不，许清怡绝不能怀上世子的孩子。如果许清怡怀上世子的孩子，谢怀安就不能成爵了。大哥，是大哥。上学期间，灵哥不在书院待着，跑出来瞎逛什么？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？小二哥，知道那边是什么地方吗？看见那边，小二哥的脸色尴尬了一下。回这位夫人，那边是勾栏瓦舍。什么？灵哥逛勾栏瓦舍？他的未来状元好大儿，这么小就学会了逛勾栏瓦舍？这和他知道的灵哥的人设太割裂了。少夫人可能是个误会，也有可能是看错了，那根本就不是林少爷。等晚上回去再问问吧。裴彻，过来。什么事？哼，有贵人找你。裴彻继续茫然，能认识什么贵人？认识的称得上贵人的人，也就记忆中的那位了。你们找我？我家主子是平阳侯府的世子夫人，听闻裴先生曾经在世子麾下效力，少夫人特地的来问裴先生是否愿意到平阳侯府当少爷们的舞师。裴彻就懵了一下。你家主子姓谢？正是。那就是那个人了。裴先生，世子一直很自责，觉得自己当初没处理好你的事。裴彻愕然，这是谢将军的夫人吗？世子一直希望你回到他麾下，只可惜世子还没来得及亲自来见你，就发生了不测。裴彻很吃惊，原来谢将军还想亲自来找自己。谢将军，他没怪我吗？他还以为谢将军已经对自己失望透顶了。当然没有了，他很倚重你，欣赏你，这一点从未改变。裴先生，你愿意到侯府当武师吗？我愿意。多谢，我替真根多谢你。说了一句随时恭候大驾，打道回府。母亲，天气热，做了些冰碗给你们解渴。谢谢母亲，我先回房看书了。转身离开，带走一阵微风。他感觉风里有股胭脂水粉的味道。许清怡感觉自己遇到了当后妈以来的第一个难题，最大的问题还是因为身边没有书童跟着，找书童这件事儿要记下来。其次就是灵哥的社会关系。少夫人来了，我来看看世子。关琪和莫叶笑了，少夫人还真爱世子啊，一天看好几遍呢。不过也是，世子那张脸谁不爱看呢？确实好看。他干脆上手摸了一把，然后装模作样的问：世子会不会热呀？不出汗应当是不热的。你俩也坐下，我问你们些事。不知道少夫人要问什么事？灵哥进侯府之前，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别说关杰和莫燕愣了一下，谢韵之也愣了一下。这个许氏还说是来看他的，太假了。好像听世子说过，林少爷还有个爹。既然灵哥还有亲爹，为什么会被世子收养？因为灵哥那个亲爹不是个东西。还记得灵哥7岁进的侯府，亲爹就是个吃喝嫖赌、五毒俱全的赖子。灵哥的娘是拐来的，
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精神上出了问题，时而清醒，时而不清醒。后来被林哥的生父当着林哥的面打死了。这就不清楚了，肯定是不想养了。但凡亲爹得利，世子肯定不会跟人抢儿子养啊。除了爹，还有别人吗？应该没有了，世子没提过。那你们知道林哥在外面有什么朋友或走得近的人吗？室内一片寂静。温琪大哥，木印大哥，厨房按照少夫人的方法做了冰碗，可好吃了，我给你们2个送过来了。冰碗确实好吃，你们去吃吧，我走了。谢渊只感觉许氏的衣裙从自己手背上拂过，一丝都不带犹豫。来看他果然是假的，却听得出来他在担忧林哥。抱歉，擅自翻看你的墨宝，你的字写得太好看了，仿谁像谁。画皮难画骨。你才12岁，每个阶段的进步都值得肯定，哪有一步登天的道理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什么都不懂，被我夸没什么意思？林哥，如果你一直抱着这种高傲和偏见去学习，你是写不出自己满意的字的。被许青怡戳破心思后，脸上出现了一点难看，随后就疑惑许青怡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不会是专门过来教训自己吧？好了，我也不是专门来说你的，前几天不是忙吗？就算注意到你没有梳头，也腾不出手给你挑选。现在闲下来了，想问问你，你是自己去人牙子那里挑一个，还是我帮你去挑？正想拒绝，就听许青怡说，如果你想自己去挑，我就给你银子。我自己挑。行。碎银和银票加起来大概有300两，就交给了林哥。你现在也是个大人了，剩下的钱就留着傍身，免得遇到事还拿不出银子。不管怎么说，先杜绝林哥没钱解决的事情的窘境。好了，我去喊你弟弟们吃晚饭了。家是你的避风港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记得跟家里说。我和你爹总归是支持你的。等许青怡真的走了，林哥瞪着手里的荷包良久，银子的数目多得出乎意料，这300两买一屋子的书童都够了，不禁让林哥怀疑许青怡就是特地来给自己送银子的，而他也确实需要银子。听说青怡今天出去了一整天。侯夫人意有所指的道，新媳妇不在府里安生待着，这是出去给谢运之戴绿帽子呢。是啊，带着横根出去找启蒙老师，以及给真根找武师。哦，前者是位举人，名叫沈之杰，才华横溢，我押宝他会高中，因此特地为横根选了他。侯爷点头，眼含赞赏。后者是在世子麾下效忠过的将士，叫裴彻，从前世子对他赞赏有加，可惜对方回家丁忧，便断了音讯，我便试着打听他的名字，没想到还真找到了。原来出去一整天都是为了孩子们奔忙。老夫人感慨，唉，你有心了，事事都妥帖，有你当哥们的母亲，我很放心。你从前与韵之又无来往，你怎么知道你是韵之赞赏的人？别是被人骗了才好。许青怡未开口，侯爷便掀着眼皮瞥了他一眼。这个裴彻我也曾听韵之念叨过，的确是个人才。你自己不用心就罢了，还管别人对韵之的孩子用心，什么道理啊？侯夫人脸色煞白。母亲，您给我请武师了，真的吗？是真的，裴先生估计很快就会过来，你就等等吧。太好了！你的字认得怎么样？武功盖世的大侠，配一手狗爬字，很煞风景的。母亲放心，我现在不厌烦写字了，我一定好好把我的字练好。许青怡点头，有了目标和动力就是不一样。那你今晚亲自去和你爹爹说，你要开始跟着裴先生练武了。你们3个一个都没学武，我猜你们爹爹是不希望你们学武的。是的，真哥的确记得爹和他们说过，不希望他们以后从军，但他是真的喜欢，幸好现在是母亲做主。晚上真哥就去谢运之的床前忏悔，说自己要习武了。爹你放心，如非必要，我肯定不从军。母亲说了，只是强身健体。谢运之已经有心理准备了，倒也不反对。现在他躺下了，家里总得有个会武的。爹，母亲给我找的那个武师叫裴彻，据说还是您赞赏的人才，应该是祖父告诉母亲的。然后母亲出去打听了一天，总算是找到了。裴彻，谢运之听到这个久违的名字，瞬间感触良多。没想到许氏如此有心，父子俩嘀咕了许久，直到深夜，真哥才离开。屋里安静下来后，谢运之有些走神地想：许氏今晚还会过来吗？少夫人，您要不看看这个？什么东西？
自然是好东西。打开奶嬷嬷给的好东西，下一秒眼睛就直了。真是个好东西啊！成年人了就该看点成年人的内容。开篇就是视觉暴击。许晴怡捂着嘴偷笑，抱着好玩的心态翻看起了古代的小 X 漫。就是有些姿势过于抽象了，真人应该做不到吧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真人做得到，自己现在也缺少练习的对象，就当看个热闹吧。许晴怡心里嘀咕，翻得津津有味。结果翻着翻着，不小心就全副身心看了进去，身体不知不觉开始泛起了一股酸酸麻麻的感觉，似乎在回味昨夜的荒唐，太不争气了。他扔下本子，打算下榻喝口凉水压压惊，却发现腿已经开始软了，仿佛被蚂蚁啃咬的感觉在心上和身上双重体现。许晴怡有种淡淡的羞耻，这具身子适应后开始食髓知味了。许晴怡喝了凉水，却没有把火压下去，于是她叹了口气，只能让嬷嬷去遣散世子屋里的人。夜已深，谢运之还以为许晴怡不会过来了，却听见外面的吩咐，他的屋子又被清场了。谢运之一阵口干舌燥，心中暗道：昨夜不是才……这么想着，一道女子轻柔无力的脚步声就走了进来。对方的呼吸实在算不得平稳，动作也快得很，顷刻间床帐就被放了下来。随即许氏上了他的床，铺天盖地的香吻落在脸上。今晚对方猴急了些，没亲几下就撩拨他，将他撩拨成了，又迫不及待的享用。但许氏今晚带给他的感受就是如此，让他感觉自己像个器物。不过许氏似乎比昨夜更娴熟了，对方还抓起他的手掌去领略他的曼妙玲珑，设定炸裂，小电影都不该这么演。世子就是个工具人，虽然这么对世子有点不尊重，但的确就是。他忏悔：对不起啊，不是有意亵渎你，有怪莫怪，有怪莫怪。谢运之羞愤，自己还没死呢，而且许氏一边道歉一边又如此梦浪，他到底是有没有羞耻之心？奇怪，你躺了这么久，怎么身上还怪香的？瞧瞧这脸，这皮肤，这身金贵的气质，淘宝要是能订购这种娃娃，一定会卖疯的。谢运之恍恍惚惚的心道：明知故问，每日熏香当然香了。接着许氏又在他耳边抱怨：夫君语气好累啊。此处为角色扮演增加趣味性。谢运之呆了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只是忽然觉得整个世界陡然一清。你尴尬的静默了几秒，两个人都呆住了。谢运之也不敢置信，但就是确定世子真的缴械投降后，许晴怡脑子里弹幕乱飞，怎会如此？前两次令人腿肚子颤颤发抖的战神，今晚也推得太快了吧？震惊过后想想也情有可原，毕竟世子是个植物人，身子骨不如正常人硬朗。许晴怡回神尴尬：抱歉，我忘了你还是个病人，是我所求无度了。谢运之再一次羞愤，并非如此，只是个意外。他怎么说也是曾经一骑破6成的悍将，岂会连妻子都满足不了？内疚心虚的许晴怡正想离开世子，打算明天叫厨房煲点清补凉汤，好好下下火，免得自己把世子弄虚了。结果却惊奇地发现，咦，世子好像又行了。由于世子又行了，许晴怡打消了怀疑世子虚的念头。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意外，他宁愿相信是自己变强了，点亮某项技能，总归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。许晴怡一高兴就亲了世子一下，带着浓浓的奖赏意味。谢运之很不想知道许氏在想什么，但是很可惜，对方面对他根本毫不避讳。他相信自己现在看到的就是最真实的许氏。可惜忘了把避火图带过来，刚才看的又忘了。谢运之怔愣，避火图，他忽然好像明白了什么。原来刚才许氏之所以这么猴急的过来找自己，是看避火图看的。原来女子可以发出如此梦浪的声音，她简直太不含蓄了。知识就是力量，今夜的许晴怡是更强了没错，但体能依旧还是那么菜。她自己断断续续或许还算尽兴，可谢运之当真是水深火热，都快生气了。又到了夫妻不同步的尾声环节，许晴怡心累，如果她的心再狠一点就好了，直接抽身离去。可惜她太善良，
总觉得自己占完便宜就跑，很没素质，就只好强撑着，让世子舒服了才倒下。被许青衣玩弄的过程中，谢运之满脑子都是一句话：这么没用，下次别来了。可是许氏倒下的前后，他又的确是满足了。然后两个人静静地贴着，享受片刻的静谧，开始凌乱地想：太冲动了，这么晚了还叫水，相当于告诉大家他又来睡世子了。可是不叫水，身上又怪黏腻的。算了，丢脸就丢脸，敢爽不敢认，不是他的作风。随着奶嬷嬷一声吩咐，屋里屋外又悄悄地忙碌起来。少夫人和世子如此恩爱，淡怀院的大家都喜闻乐见。世子劳累了，少夫人真是爱您呢。同时有些担忧，再这么下去，世子会不会吃不消？明月，你说要不要跟大夫讨几贴补药，给世子补一补？下次问问大夫吧。谢运之无语，不是很想喝，不过也确实有点担心。若是许氏继续索取无度，或许还是喝点的好。他不想有朝一日轮到许氏骂自己没用的东西。裴彻先生来了，等会儿要过来见见你。谢运之感觉一只柔弱无骨的手搭在自己手背上，似乎在试探他的温度，摸了2把又抽走了。将军夫人。裴彻进来了。裴先生来了。多谢将军夫人肯让我见谢将军。不必这么客气，你喊我一声嫂子就是了。谢运之无语，这确实是裴彻那小子的声音，不过怎么听起来扭扭捏捏的，一点在军中的气势都没有。好的，嫂子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谢运之听着他们2人的对话，感觉许氏是不是对裴彻太过亲厚了些？看看世子吧。裴彻上前2步，看向床上的世子。谢将军，末将裴彻前来见你了。膝盖磕在地面的声音，听得许青怡膝盖疼。阔别3年多，末将心中有愧。谢运之欣慰，请将军放心，以后小公子的午夜就包在末将身上了。等将军醒来效宴，若是教得不好，末将自请受罚。裴先生，快些起来吧，你的心意，我想世子已经听到了。嫂子不必叫我裴先生，叫我裴彻就好了。行，你我都不必客气。少夫人，沈举人来了。来得正好，也请沈举人进来见见世子吧。谢运之也疑惑，哪儿来的俏郎君，可真好看呢。谢夫人。沈举人，我还以为你要过几天才来呢。不敢耽误小公子的课业。不忙，见见世子吧。是。随后神情肃穆地看着床上，学生沈之杰拜见谢将军。声音竟是有些哽咽。众人动容，看来沈举人对世子的感情也是极为深厚。谢运之愕然，心道许是从哪里找来的？怎么个个都是如此？承蒙谢夫人错爱，令学生当小公子的开蒙老师。谢将军请放心，学生一定尽心教导小公子课业。沈举人有心了，以后我家恒哥就交给你了。请谢夫人放心，在下必不负所托。裴先生，这位是沈之杰，沈举人，以后负责教导孩子们学文。沈举人，这位是裴先生，曾是世子麾下的将士，以后负责教导孩子们学武，你们一文一武，互相协助。裴先生，沈举人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2位都是人中龙凤，相信孩子们有2位的指导，以后也必定是名师出高徒。谢夫人，嫂子过奖了。沈举人的母亲还病着呢，事不宜迟，我立刻遣人为几位安排住处，随后叫大夫过去，因此就先不留2位说话了。让谢夫人费心了，在下无以为报。客气。哎呀，咱们少夫人啊，办事真个利索，也怪不得沈举人和裴先生心里怕是感动不已。可咱们少夫人眼光好啊，沈举人一看啊就非池中物，模样也长得好，唇红齿白的。我听说上了年纪的夫人们都喜欢这样的。不是吧？上了年纪的夫人们明明更喜欢裴先生那样的，英俊高大又有力气。那就是2种都喜欢，难分伯仲。沈举人这种分明是年轻小姐们喜欢的，你看咱们院子里的丫鬟们个个都羞红了脸呢。也是。莫燕心中祈祷，少夫人可别看上沈举人呐。于是转头夸起世子。不过他们再好也比不得世子啊，论样貌也好，武功才学也罢，还是咱们世子更出色。那是当然，世子名满京师，无人能出其右。谢运之无语，本来是没有多想的，奈何小厮在边上叽叽喳喳，焦虑和担忧呼之欲出，连带着谢运之也稍微上了心。那沈举人当真长得这么好？不过不用太担心，还不算特别严重，可以治。那就好，请尽管用药，务必要将沈夫人治好。多谢。
沈之杰又一番的鞠躬感激，不知该如何报答才好。沈举人太客气了，恒哥儿，就从明日开始授课，好不好？好。好的。沈夫人还病着呢，我待会儿派个小丫鬟过来搭把手。这……沈之杰下意识的想拒绝，他已经受到对方太多恩惠了。就这样吧，难不成还能让沈夫人自己动手干活？沈之杰便不再说话了，只余满脸的感激。恒哥儿，我们要回去了，你和老师道个别。老师再见。许青衣尴尬不已，这样站没站相的跟老师说话也太不尊重了。这孩子平时挺讲规矩的，今日不知怎么忽然就不讲究了。无妨，恒公子再见。以后早晨和傍晚凉快了，恒哥儿就可以出来玩了。母亲，你会陪我玩不？当然了，有空就陪你玩。那我就等母亲有空的时候再陪我玩。他怎么觉得恒哥越来越粘人了呢？当然他并不嫌弃。母亲不走。恒哥走了2步路就不想走了，闹着要背背。许青怡拿他没辙，只能蹲下来背他。恒哥，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越发恃宠而骄了。他当然不是这样的，是自从知道许青怡肯惯着自己以后，他才变成这样的。这才是恒哥真实的性子，察言观色，得寸进尺。祖母和爹太糊涂了，任他这样乱搞，怎么确定将来怀的是谢家的子嗣？二爷是说他和这2个男人有染？没有又如何？就算没有，也能泼他一身脏水，让他跳进黄河都洗不清。静云，委屈你了。谢怀安握住杜静云的手，他已经知道了杜静云要给许青怡侦查道歉的事儿。祖母，先前我那丫鬟杜静云遣人来找我，说要当着何府的面给我侦查道歉，您觉得适合吗？怎么不适合？当然适合。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，给你道歉是天经地义的。可她毕竟是2弟以后的姨娘，又怀着谢家的子嗣，会不会不太好？没什么不好的，她背着主子干出这种事，道歉是应该的，你无需多虑。那儿媳就准备好茶和卖身契。日前2弟来找我要卖身契，我寻思着应该有个章程，但好像惹2弟不高兴了，所以心里忐忑。他有什么可不高兴的？还好这件事没有传出去，否则他如何对得起谢家的列祖列宗？是儿子的错，不该如此任性妄为。私底下却恶狠狠地瞟着许青怡，这个女人肯定是故意的，故意火上浇油。是啊，许青怡就是故意的。柳儿，趁着大家都在，快去准备茶水。是，少夫人。谢怀安看见自己心爱的女人被何府上下欺负，脸色难看，后槽牙咬得死死的。跪下吧，给你的主子磕头认错。杜静云闻言脸色一变，之前说好只是侦查道歉的，怎么又变成跪下磕头了？爹，大嫂没要求跪下磕头，只是侦查道歉啊。跪下磕头，那杜静云的身份就是真正的贱婢了。你大嫂是没有要求，那是她给你面子，但你们不能这样欺负你大嫂。侯爷，青怡的姑娘也是对的，她到底怀着谢家的子嗣，不如就按青怡的意思来，我们都会感念青怡的。若不是她怀了谢家子嗣，她一个婢子做出这等事，早就被打杀了。韵之不是你亲生的，你自然不心疼，连带着韵之的媳妇儿孩子你也怠慢。就按照明宗说的办吧。是静云的错，二爷就别为静云求情了。杜静云痴然一笑，谢怀安握紧了拳头。那就开始吧。是。随后走到许青怡的面前。少夫人，静云对不起您，给您磕头认错。等等，你应该自称奴婢。杜静云呼吸一滞，屈辱地瞪着眼。大嫂，你何必这么不饶人？2弟误会我了，我只是想起我以前对她那么好，把她当姐妹看待，结果她连道歉都不真诚。是啊，整个永安侯府都知道少夫人以前有什么好的都念着她，待她情同姐妹，也难怪少夫人会伤心。主子说谎，你一个丫鬟插什么嘴？杜静云，当初是你自己死活要给我当陪嫁丫鬟，我不答应就哭着求我，那时你已经有身孕了吧？谢家人看他的眼神充满了鄙夷，原来他如此恶毒有心计，真是下作。谢怀安，你怎么会喜欢这样的女人？丑事被揭露，谢怀安立即涨红了脸。少夫人说的对，是奴婢的错，奴婢给少夫人磕头认罪。然后眼泪婆娑地磕起头来。此番原谅你是看在2弟的面子上，不然你这样伤我心，我是断不可能云淡风轻的，明白吗？是，多谢少夫人，
大度。许青衣用眼尾瞟着谢怀安，那意思好像就在说，我给你面子，你难道不该说一声谢谢吗？若是可以，谢怀安真想现在掐死许青衣。多谢大嫂。许青衣满意的点点头。那卖身契对，卖身契。许青衣在众人的注目下从桌上抽出了卖身契。杜静云心情激动，准备伸手去接。婆婆，这张卖身契就交给您来保管吧。侯夫人都愣了，随后立即笑开了花，第一次看许青衣这么顺眼。哎，还是青姨考虑的周到，这是应该的。而杜静云满脸不敢置信。娘，您立刻把卖身契撕了，别这样折辱静云。你这般抬举她，是嫌弃自己的名声太好了是吗？你还想不想娶个门第高的正妻了？还想不想要前途了？老夫人，少夫人和世子来了。咣当一声，老夫人手里的瓷勺掉回碗里。韵之怎么会过来？许青衣推着世子进来时，心底有些忐忑，不知老夫人会不会数落自己莽撞。韵之，你，恒哥儿，去跟太祖母请安，给祖母请安。孙媳擅自做主，给世子打了一张轮椅，好叫世子能出去晒晒太阳，又能随时能过来见见你。给太祖母请安，我和爹爹一起来看您了。望着许久不见的长孙，老夫人久久不能回神。许青衣慌了，对不起，祖母，是我擅作主张了。不怪你。老夫人如梦初醒，眼眶红了些。你做得很好，让韵之娶你是对的，你将韵之照顾得很好。都是世子的身边人得力，青姨只是搭把手。傻丫头，你现在也是世子的身边人。恒哥来。恒哥来到老夫人跟前，被拉入怀里。他回头看了许青怡一眼，似乎在说，母亲，我跟您最好，跟太祖母只是逢场作戏哦。太可爱了。许青怡也笑着朝他点点头。再过来些，让我好好看看韵之。谢韵之感觉自己被推动，停下，一只有些颤抖的手抚上自己的脸颊，应当就是祖母，一时感触良多。青姨，你说韵之还会醒来吗？唉，算了。会的，青姨相信世子会醒来的。所以祖母您要保重好自个儿的身体，长命百岁，等世子醒来继续孝敬你。老夫人怔忪，终于知道许青衣为何讨喜。你说的对，日子当然是越过越好的。祖母十分期待你和韵之的孩子。是。恒哥悄无声息地离开太祖母的怀里，趴回许青怡的怀里，小手抓的衣裙都皱了。怎么了？恒哥是不是吃醋了？恒哥没有否认，抱许青怡抱得更紧了。不必吃醋，就算母亲有孩子了，也不会忘了你。我可是很喜欢恒哥的。见他不笑，又低头亲了亲他的眉心，恒哥这才笑了。世子，今日去武场看了真哥练武，他很喜欢，已经决定彻底不去书院上学了。我答应了他，侯爷也没有异议。虽然知道说了也是白说，但周遭太安静了，不说点什么就开始办事儿，总觉得有点尴尬。其实不止许氏有老夫老妻的感觉，谢韵之也是如此。当许氏再一次亲近自己时，谢韵之感到由衷的愉悦，似乎有一点点理解为何夫妻同房又叫做鱼水之欢。意乱情迷时，许氏又亲了他的脸，继而担心这样唱独角戏的日子久了，许氏是否会厌倦。谢韵之心想，他跟随着许氏的呼吸，心跳声快到了极点，一阵类似麝香的气味在帐内丝丝蔓延。结束后，许氏趴在他身上歇息，两颗心脏近距离砰砰地跳动着。谢允之生出了几分怜惜之意，总之希望许氏在身边留得久一点。然后他眼露诧异，因为世子又起了念，看样子几天没来，世子的精力很充沛，可是他已经腰软腿软，伺候不了了。这回可不关我的事，我要这么走了，你可别见怪。谢韵之对他的没用已经深有体会，没用的许清怡对世子的纵容一无所知，他真的是够磨蹭的，这次又不知磨蹭了多久，终于完事了，然后艳艳的滚回自己屋里休息。少夫人，小的有话要禀。什么事儿？是林少爷的事儿。别吞吞吐吐，快说。哎呀，林少爷有个生父，您知道吗？呸，不是个好东西。他勒索敲诈林少爷钱财，扬言不给，就四处宣扬侯府抢他的儿子，找侯府讨公道。这2天林少爷给那个人渣准备了一套房子，
小的怀疑林少爷要做不理智的事儿。房子在哪里？你好生看着他，有事及时向我汇报。是。少夫人，林少爷出院子了。林少爷肯定是出府了。走吧，我和你一起去那个房子看看。快。谁在我家？是我。林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来给爹送银子的吗？是啊，顺便找你喝酒。那感情好啊！来，咱们爷俩喝一杯。林哥垂眸，掩盖住眼中的杀意。刘贵喝得更醉了，根本没有留意到说是来找他喝酒的林哥却是滴酒未沾。你干什么？林哥手持一把锋利的刀。哼，你说呢，刘贵？你做了那样的事，别是真的以为我会孝敬你吧？你一直恨我，想杀了我。林哥没有否认，因为小时候他杀了林哥的疯娘，还经常打骂林哥。刘贵想起自己干过的坏事，知道自己死定了。林哥用布堵住了刘贵的嘴，下一刻毫不犹豫地将刀尖刺进刘贵的大腿，接着拔出，再刺进其他的地方，刀刺得很深，却不致命，血流的到处都是。林哥不记得自己捅了多少刀，应该没有当初刘贵用石头砸那个疯女人的次数多。他想着，林哥，不要，住手！少夫人小心，快去找大夫！阿白拔腿就跑。林哥，你受伤了吗？问你呢，受伤了吗？没有。你在旁边待着，别再冲动了，我去给他止血。这个人渣死了也不足惜，你还要救他？是，他死了也不足惜，但不能死在你手里。林哥，你还有大好的人生，不能用自己的人生去换他的命，不值得。林哥闻言失语，孰轻孰重，你自己心里有数，别给我添乱。林哥靠在墙上，便不再动弹了。经过检查，发现刘贵被刺伤的位置都是四肢后，心里松口气。你现在冷静了没？害怕吗？林哥不摇头也不点头。别想太多，已经过去了。都是一些外伤，没有伤到要害，不用担心，还有的救。那就好，麻烦大夫了，他不会有事的，你安心歇着，之后的事情我会处理。你早就知道了？前些天我和你三弟出门，从9楼窗户看见你在巷子里，便向伙计打听了一下，才知道你去了哪里，然后又问了你爹身边的人，知道你有个生父，我猜他对你不利，便留意起来，担心你吃亏，还不愿与家里说。林哥握着已经洗干净的双手，抿唇不语，所以许清怡才忽然给他300两银子。我知道你没将侯府当家，你爹又昏迷着，你无处可说，这不怪你。你爹是天下人的英雄，受人敬仰，你怕刘贵狗急跳墙抹黑了他，给他添麻烦，所以就花银子哄着刘贵，等时机到了就弄死他。可是不值得，他是人渣，没救了。但你有了新的生活，你不能活在过去，以后别管他了，可以吗？我一直想杀了他，这是我发过的誓，不杀不足以解恨。因为他杀了你母亲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就算你不动手，他这种人也活不久。我不希望你脏了自己的手。林哥沉默。你今晚重伤他，就当报仇了。若是信得过我，剩下的交给我，定不会让他好受的。若是你亲生母亲在，也必然会劝你保全自己，他不会怪你没有报仇的。哼，他就是个疯子，知道什么呀？刘贵给他的毒打，甚至不知那个疯女人给他的折磨多。毕竟是生母，明日歇一天，去看看他，跟他说一声，这事儿就当了了，以后无牵无挂，专心备考。你今年要下场，我还指望你考个秀才呢，不能被影响了。不必了，他连坟都没有，我已经忘了他被扔在哪儿了。真的不在意吗？许清一看未必，生母始终是生母。不记得了就回去找找，大概位置总归是记得吧。如果当时未来得及好好安葬，这次就好好敛了他的尸骨。没必要。那是你娘，怎么会没必要？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，你要是不想去，指个路，我自己去。我真的不在意他，他对我也不好。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对许清一说这些。如果他还活着，我大概也不会管他。可他不是死了吗？你一个活人，跟他计较什么？你就体谅一下吧。他生病了，但咱们还是好好的，不是？随你。我一会儿要跟你们大哥出趟门，可能要奔波一整天，就不带横根去了。你和嬷嬷在家待着，好吗？母亲和大哥去哪里？为什么不能带横哥儿一起去？去你们大哥的老家，太远了，不方便带你。而且你要读书，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当母亲的跟屁虫了。好吧。
那我就不去了。娘，你们去大哥的老家做什么？师傅说喊母亲太生分了，听起来好像庶子喊嫡母。您这么好，比我们亲娘都好，应该喊娘。我觉得也是，您让我学武，还帮我找了裴师傅，您就是我亲娘。许青怡听得眉开眼笑，这感情好，老二是个孝子没跑了，自己的心血没浪费。你愿意就行。当然愿意，特别愿意。我也愿意，我也要喊娘。哎，乖儿子。许青怡笑眯眯的在心中感叹，拐跑谢愿之的养子好像也不难嘛。嬷嬷，你去走一趟，和村长说，我们来迁走林哥他娘的坟。啊，是。村长听到嬷嬷的话愣住，刘贵他那个疯媳妇有坟吗？他们都没听说过呀。林哥顺着记忆带着人往山上走去，当初疯娘被刘贵砸死后，刘贵就跑了，留下7岁的他独自面对着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。他出去找人帮忙，求他们将尸体送到山上，可惜没有人愿意。于是林根用柴刀将尸体肢解了，分作几次送到了山上，挖了个坑埋了。林哥，你生得这么好看，你娘定然也很美吧？很丑。随即明白过来，林哥的娘精神不正常，肯定没办法好好收拾自己。她只是不打扮而已，打扮起来肯定是美的。你多半长得像你娘多些。你不要自以为是，我不是很想和她像。刘贵是他的人生屋底，疯娘也一样，他谁都不喜欢。是，你是独一无二的，谁也不像。许青怡哪能不理解青春期的孩子，叛逆呗，哄哄就好了。我看那刘贵也是走了狗屎运，你本不该是他的孩子，要是托生在我肚子里就好了。林哥侧目，对方可生不出自己这么大的儿子。怎么样，还记得大概是什么位置吗？大概是那棵树的周遭。都听见林少爷的话了吗？去那棵树的周遭挖一挖，下手轻着点儿。若是找到了，就先带回去，然后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再挑个好日子落葬了。您高兴就好。好像挖到了，快用伞盖上，别伤了骸骨。林哥他娘，不知你姓甚名谁，我就喊你一声大姐吧。我是林哥的养母许氏，这么迟才来接你，让你久等了，跟着孩子回家吧。话音落，众人看向许青怡的眼神都流露着复杂，他对养子的事也太周到上心了。乱神怪力。虽然很小声，但许青怡还是听到了，立刻用扇柄敲了一下他的头。你作为亲儿子，自己不想喊魂就算了，你还不尊重我这个帮你喊魂的，什么道理啊？林哥闭口不言，他哪里是不尊重许青怡啊，只是对那个疯女人没有多少爱。走吧，兴许还能赶回去吃晚饭。一群人下了山。村长，请问有什么事儿吗？你是刘贵的儿子，我还认得你，和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，只不过现在更好看了，穿得像大户人家的少爷。刘贵曾收了我家10两银子，将他儿子卖给我家做上门女婿，当初可是签了字契的，村长可以作证。你有印象吗？我不知道。是真的，你不能不认。这位大哥，别急呀，10两银子又不多，侯府还是出得起的。那字契可是生了效的，现在可不是10两银子的事儿了。全村都知道我女儿招了刘贵的儿子当男人，你们难道想还10两银子就算了呀？这位夫人，若是觉得10两银子不够，自然可以再谈，不要太过分就行。开个价吧。他如此直接，倒是把刘大勇夫妇2人听愣了，接着面露喜色。媳妇儿，你来说。不，我们不要钱，一女不侍二夫，就算是拿了钱，我女儿的名声也补不回来了。那你们想如何？刘大勇的媳妇儿瞟了林哥一眼，让他娶我女儿进门，做小的也行。不可能，你女儿进不了侯府的门。我们有字契。所以你想跟我们打官司，凭一张赖子签下的字契，你觉得你们能赢侯府吗？拿钱吧，回头给你女儿再招一个，我家林哥跟她不适合。你能给我们多少钱呢？你们的本金是10两银子，你们想翻多少倍？还是不想要钱？那好吧，衙门见。说着就想带人走。哎，等等，不去衙门，我们要钱。要多少？800两。没那么多，顶多给你们100两，不然就见官吧。100两就100两。好，去把字契拿来，我再给你们钱。已经带来了。那个东西是他的。信物是吧？那就一起拿回来。贪得无厌，嘴脸丑恶。刚才你不帮着骂，现在放什么马后炮啊？你根本不必给他们这么多银子，别以为他们是什么好人，把我买回去也是为着当牛做马罢了。算了，就当破财挡灾呗。
能花100两换个清静，为什么不？跟烂人纠缠只会耗费自己的精力，能用银子打发的事情就不要消耗自己。要记住，你很宝贵，任何人都不配让你为之劳心。灵根闻言，惊讶地看着许清怡。在他的印象中，长辈从不会教导孩子以自己为主，自己很宝贵这种论调堪称自私，不过很适合灵根的口味。走吧，免得回去晚了，你三弟那个粘人精就要哭了。灵根回神，不着痕迹的皱眉，他只是觉得许清怡对三弟太溺爱了。他是个男孩子，你不该这般惯着他。知道了，我心里有数，我是真的心中有数。你三弟啊，以后厉害着呢。许清怡笑笑，娇惯点好啊，省得以后一言不合就去海上当海盗。世子还能要子嗣啊？子嗣啊，看缘分吧。世子膝下已有3个哥儿，若是再能要个女儿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也就是说，世子真的能行房？许清怡仿佛听到了倒吸气以及手帕被撕破的动静。哪一位是平阳侯世子夫人呐？我是。贵妃娘娘有请。好的，有劳带路。青怡见过贵妃娘娘，见过熙宁公主。不必拘礼，抬起头来给本宫瞧瞧。不必这么客气，你是韵之的媳妇儿，私底下也喊本宫一声姨母就是了。薛贵妃暗道，乔治倒是个柔和懂事的，可她还是不大喜欢，并非针对许清怡，只是谢韵之太优秀了，再加上自己的女儿苦恋表哥。是，你和韵之的婚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韵之二弟的未婚妻吗？怎么忽然之间就被皇上指给了韵之呢？因为青怡的八字与世子相合，能给世子冲喜，便由父亲做主，让青怡嫁给世子。看来嫁给我表哥冲喜，你很开心。公主殿下为何这样问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无论青怡嫁给谁，都是以夫为天，恪守本分，做好一个妻子该做的事。哼，伶牙俐齿。青怡惶恐，请公主息怒。好了，熙宁，青怡不必如此。熙宁就是脾气比较直爽，担心他的表哥罢了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你坐下吧。是。熙宁公主双眼恨得滴血，她爱了整整5年的男人呐，却娶了别的女人做妻子。韵之近来情况如何？回贵妃娘娘，世子一切都好。你和韵之圆房了吗？熙宁公主落在自己身上的眼刀子也越发锐利。圆了。熙宁公主手边的茶盏忽然砰的一声落在了地上。熙宁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韵之那几个孩子，如今是你在照看着吧？是我在照看，3个哥儿都很懂事伶俐，看来相处的不错，倒是有缘。您说的是。接下来又闲谈了几句家常，便让许清怡下去了。这回你该死心了吧？一个男人罢了，你何至于此？为何他可以，我却不可以？因为你是皇家公主，陛下已经对你格外的开恩了，你最好不要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。真阳郡主想干什么？他看不上你家小叔子了吧？若说谢韵之是国民白月光，那谢怀安就是籍籍无名的小透明。郡主千金之躯，当然看不上了。婆婆，您和真阳郡主聊得怎么样？他对淮安印象不错。你怎么知道？知道什么？哎，他居然中意二弟。郡主中意淮安怎么了？又不是全京城的女子都要喜欢韵之。这位真阳郡主和您说话之前，还特地为难了我一把。婆婆自个儿想想，若是她有意嫁给二弟，如何会跟我这个大嫂过不去？侯夫人脸都绿了。你莫也胡说八道，莫非你见不得淮安好？许清怡倍感无语，就懒得管了。不得不说呀，有个男女通杀的偶像老公就是好啊，占尽便宜。儿媳只是实事求是，怕那真阳郡主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婆婆做决定之前，还是和侯爷商量一下吧。毕竟真阳郡主身份贵重。这是当然了，侯爷不同意，我怎敢做主？这么牵线的事儿，我这个做长辈的还需要你来搅？俗话说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。既然如此，许清怡也懒得说话了。平阳侯府，世子，你招惹的狂风浪蝶是真多呀。今晚许清怡打算努力造人，便将身边伺候的人屏退了，说话也越发随意。你夫人我呀，今儿个差点就被暗算了。这话听得谢韵之提心吊胆，疑惑发生了何事？喜欢你的人也太多了。谢韵之心想，她很抱歉，看来是她的爱慕者干的好事。熙宁公主就算了，有贵妃娘娘盯着，除了在我面前摔个把茶盏泄愤，
估计也翻不起什么风浪来。真阳郡主就厉害了，竟然打算嫁给二弟，还给曲线救国。若真让她嫁进来，那一天爬上你的床我都不出奇。谢韵之闻言，差点被吓得醒过来。思虑间，许氏带着香气的吻轻柔地印在了脸上，拉回了谢韵之的注意力。许氏偶尔会亲她的唇，比如动情的时候用力的亲。你说你长得这么招蜂引蝶作甚？许青怡出去受了一圈针对，刚才盯着世子的脸看，然后就发现有人抢的东西就是香啊。许青怡竟然觉得这睡美男的脸是越看越帅了，也越发的让人郁闷，所以上手掐了2把。不过你放心，就算真阳郡主真的嫁进来，我也会严防死守，不会让她碰你一根手指头。别人碰过的男人他是不会碰的，所以还是严防死守的好。许氏善妒的样子出乎意料的让人不讨厌，还有几分诡异的安心。